现在真的是不管哪里的冲突啊，谁家的船级货轮遭袭，平均必然要送走几位三哥，他也是神了啊！波斯湾的船炸了，三哥走一波。现在这黑海上的冲突，又有4名印度籍船员回归了湿婆的怀抱啊！就这接二连三的这个人身意外呀，可是忙坏了印度的外长苏杰生和老仙。今天抗议这个，明天抗议那个，各方给印度的回复呢都出奇的一致。打仗的你不知道吗？在所难免。轻飘飘的一句托词啊，把印度的大国幻觉击得粉碎。印度的赢血放在接二连三的印命不够贵的国际语境里，对照出的应该叫做是一种血色幽默。那么短短1个半月的时间里啊，印度外交部的抗议声明就跟吃了印度街边的小吃一样，兜不住啊。6月份对着美国抗议，7月份对着伊朗抗议，7月下旬又罕见的把抗议的矛头对准了俄罗斯。原因都一样啊，印度的海员在海外连续遭遇袭击的这个事件。那么至少8名印度籍船员直接在战火中丢失了性命。作为全球最大的海员输出国之一，印度现在有超过32万在职海员，遍布在全球各大航线上啊，往船上扔个砖头，印度都得起个草稿那种。那印度要是真有那么大的面子哈，这个一抗议人就不打了，倒是可以维护一下世界和平。可现在的印度它没有啊，没有了大国尊严之后，小民的幸福现在也无从谈起了。6月初的阿曼湾，美军在3天内连炸2艘载有印度船员的商船，造成了3名印度船员当场死亡。印度外交部啊，气急败坏的2度召见美国驻印临时代办啊，外长苏杰生啊还亲自给卢比奥打电话啊，结果美国人的态度非常轻描淡写，就一句该船违反了封锁令啊，那运输伊朗石油没有道歉，没有赔偿，后续该怎么打还怎么打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当时正忙着筹备去参加G7峰会啊，跟大统领碰面的莫迪全程一句话没说。507空战之后，印度一下子就从 G7 的 C 位被踹到了边缘国家的位置上。老仙这次啊 G7 差点连邀请函都没收到，哪敢装强硬呢？那到了7月份，霍尔木兹海峡又乱起来，伊朗接连袭击了塞浦路斯籍和阿联酋籍的这个商船，那2艘船上满载着还是印度籍的船员，造成了1死多伤啊，还有多人失踪。那印度同样是第一时间啊拉出外交官抗议，要求停止袭击。而伊朗呢是一点面子都没给啊，直接以船只无视警告闯入非法航线为理由，把锅都甩给了商船。那最讽刺就是这次啊，7月19号黑海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国旗的土耳其籍货轮遇袭，这个俄军导弹击中之后呢，船上5名印度船员4死1伤。那谁也知道船上是谁了啊？那印度一看，大哥你总是用到我的吧，对吧？必须得重振一下国纲，这回用了明确谴责、不可接受这种特别强硬的措辞啊。结果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轻飘飘的回了一句：我们正在打仗啊，俄军正在且将继续打击所有运送武器弹药的船只。连句基本的场面话安抚都没给啊，什么蒙不蒙有的，不知道在这干什么呢吗？从美国到伊朗再到俄罗斯啊，这几家手里是有真家伙的玩家，对印度的态度现在就是别给脸上鼻梁。而印度的抗议流程永远是召见外交官，发声明，表达强烈不满，然后彻底不了了之。实际上，所谓的战略威慑力，不是你能发多少份声明，而是你的军舰能不能真的开过去护航，你的经贸筹码能不能让对方投鼠忌器。面对全球3大热点海域的接连冲突，印度既没有实力左右战局的走向，也没有能力为这30多万漂泊在海上的国民托底。他想要大国尊严，想要在全球秩序重构的过程中分一杯羹，但他手里根本没有能应对这种级别博弈的工具。口头上的胜利框定不了靠实力划定的秩序。莫迪和苏杰生曾经的左右逢源大国外交啊，落到实处，现在就只剩下了一份无人在意的抗议书了。如果说海外的抗议暴露的是印度外交的无力，那国内同时爆发的抗议展现的就是印度治理层面的现在全面失序。就在7月下旬，短短1周之内，印度至少5个邦同时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，从教育到农业，从土地纠纷到产业政策，那简直是一场社会矛盾的集中大清算啊！这里面最能戳破印度崛起幻象的，就是今年5月爆发的全国医学入学考试啊泄题丑闻。230万考生竞争13万个医学院的名额啊！考前48个小时，完整的试卷就在社交媒体上以2万到20万卢比不等的价格被批量倒卖，最后官方只能草草的宣布取消考试成绩，重考。对于咱们来说啊，就已经很离谱了，但是对于那些耗尽了积蓄